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《藏海传》7天破3亿，导演郑晓龙爆料，他这场戏让我喊卡8次。2025年，古装权谋剧《藏海传》横空出世，仅上线7日，播放量即突破3亿，在激烈的影视市场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。央视8套黄金档高居不下的热度，豆瓣逾8万条5星好评，人民日报和央视网双双点赞，令这部剧一举成为开年爆款。比数据更令人瞩目的是主演肖战在剧中呈现出的突破性表演，他凭借一双眼睛、一段沉默、一次内敛至极的凝视，令无数观众产生生理性战栗，并让导演郑晓龙8度高喊卡之位打磨那 0.3 秒的极致震撼。从少年义气到深宫沉浮，肖战的彻底蜕变。曾经因《陈情令》一夜爆红，被赋予顶流古装美男标签的肖战，如今在《藏海传》中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身份重塑。他饰演的藏海是一个在灭门惨剧后苟活于庙堂之中，既通堪舆术又安百合权谋的双面权臣。这个人物不是简单的复仇者，更是制度裂缝中的幽灵。他既是受害者，也是操盘者，是一个用命运书写逻辑，用沉默执行抱负的极端存在。为贴近角色，肖战提前3个月进组准备，不仅广泛研读明朝典籍，还手绘了12页人物关系图，并亲自向造型团队提出修改意见。他将原设定中更具视觉冲击力的散发造型，改为更内敛古朴的全束发。他说，一个真正活在复仇中的人，不会在意自己头发是否飘逸。这一句台词式的自白，正道出了藏海角色的内核，也奠定了全剧表演体系的冷感基调。精准到睫毛的情绪控制，是疯魔也是敬业。郑晓龙导演在多个场合提到，《藏海传》的表演难度在于看似平静，实则风暴。藏海的情绪往往压缩在极限内，观众看到的不过是一瞥神色，一点停顿，但那背后是演员表演能力的极限调度。剧中一场毒香炉戏份，藏海面对毒药瓶时，左手轻颤，右眼死盯香烟缭绕。肖战为了呈现这段杀与不杀的心理拉锯 ，NG 7次仍不满意，直到镜头中那 0.3 秒的颅内风暴被完美捕捉。郑晓龙称，肖战在这部剧中不是在演戏，而是在用他自己的身体、神经和眼神，重建权谋剧的表达逻辑。为此，导演甚至提出用眼科设备测量肖战每场戏前的泪膜破裂时间，目的在于控制眨眼频率。因为在郑晓龙看来，一个真正的权谋者，连眨眼都应是经过计算的行为。最经典的一幕，莫过于雪中窥全名场面。在零下10几度的大雪中，肖战披裘而立，静静与仇人对峙。他不怒不语，却让睫毛上的冰晶随着眼神轻轻颤落，那一刻仿佛时间静止。郑晓龙当场爆粗口：“靠，这才是权谋！”而肖战为了这一镜头，在雪中坚持拍摄4小时，导致右耳失聪3天。事后，北京电影学院将此镜头直接纳入表演教材，被誉为影视表演的冰封一刻。拒绝替身与配音，重新定义剧抛脸的本质。《藏海传》另一项被广泛讨论的亮点，在于肖战坚持全剧实景、实声、实拍。他不仅拒绝后期配音，哪怕在环境噪声极大时，也坚持现场收音，更无替身参与武打或情感戏。在一场被掐喉的戏份中，他让群演真实用力，甚至掐到颈动脉凸起，整张脸因供血受阻而发青，才最终完成那一幕令人窒息的痛感。导演郑晓龙感慨，他是真的拼命，每场戏都像最后一场。
而这种近乎病态的坚持，不仅感染了观众，也令整部剧从主角到群演皆呈现极高完成度。哪怕是只出场半集的殉葬工人，肖战都提出加戏，他们赴死前的眼神不应是恐惧，而是解脱。正是这种对群像角色的尊重，使《藏海传》摆脱了权谋剧及独角戏的单一结构，被观众誉为古装版《人民的名义》。肖战是眼神经济学，表演不止于情绪，而是文化。或许《藏海传》最具开创性的贡献，来自肖战构建出的眼神表演系统。在这部剧中，他自创出视线阶梯式移动法，从对手的咽喉移至眉心，再缓缓升至发顶。这种视线调度不仅还原了古代三势里的规制，也在不动声色中传递出等级压迫感和心理强度。更进一步，肖战还参与制定了23种眼影色谱，根据剧情发展与人物心理状态，从隐忍灰复仇紫到杀鸡红，逐一调配出藏海眼部妆容的变化轨迹。这种用化妆服务表演的方式，直接催生出网友所谓的肖战眼神经济学。B 站 UP 主用 AI 分析他在不同戏份中虹膜张力的变化。清华美院学生以其眼妆为灵感创作装置艺术，甚至有医美机构推出肖战同款电眼项目。有网友评论，他用一双眼睛把福柯的凝视理论变成古装剧里的视觉暴政。流量的重塑不是被打破，而是被赋予敬畏。藏海传的火爆不仅仅是肖战个人演艺生涯的重要节点，更是一场对流量话语权的深刻反思。当流量一度成为贬义词，成为行业内卷的代名词时，肖战用3年时间完成了一场静默的革命。从梦中的那片海里的自然流表演，到藏海传里的结构性眼神控制，他让流量真正有了含金量。如今，在新剧《射雕英雄传·侠之大者》中，肖战挑战完全不同的角色郭靖，将眼神表演推向另一端。从藏海的幽深复杂到郭靖的清澈如水，不仅展现了角色跨度，更诠释了他对表演美学的新理解。正如人民网所评论，肖战让流量明星这一称谓第一次拥有了令人敬畏的厚度。他不再只是一个被营销堆砌的标签，而是一个以作品为根、以表演为本的真演员。